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后，刘邦也在沛县起义。那么，刘邦起义的经过又是怎么样的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秦末农民起义之刘邦起义。公元前256年农历11月24，刘邦出生在沛郡丰邑的中阳里。这一年，秦始皇3岁。刘邦的祖父曾是魏国丰邑的邑令，但到了他父亲这一辈，家道中落，只是一个边户的平民。刘邦的父亲叫刘湍，母亲刘媪。刘邦是他们的第3个儿子，取名刘季，也就是刘老三的意思。直到他称帝后，才改名为刘邦。年少时，他非常仰慕魏国切符救赵的信陵君，可等他长大后，到了魏地，信陵君早已去世，他就投靠到曾经是信陵君的门客张耳的门下。张耳待人谦和，与刘邦的交往较好。刘邦在张耳家中住了好几个月。秦灭魏国之后，张耳成为了秦国要捉拿的要犯，他只能遣散门客，被迫逃亡。刘邦也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沛县。秦灭楚国之后，刘邦的家乡被设为泗水郡，他通过考核，成为了一名秦吏，做了泗水郡的亭长。他为人豪爽大方，喜欢结交朋友，在此期间，他与卢绾、樊哙、萧何等人交好。卢绾是与刘邦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幼年好友，长大后又一起读过书。樊哙是沛县市井的一名屠夫。萧何是沛县的主力院，是县令的属吏，负责一县之力升降进退的官职。刘邦喜欢喝酒，也喜好美色，他与沛县的一名妇女曹氏交好。曹氏还给刘邦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刘肥。公元前219年，有一个单妇人，人称吕公，他和沛县的县令是好友，因为在家乡与人结仇，便举家搬迁到沛县定居。他很喜欢给人相面，在一次宴会上，他看了刘邦的相貌后，便决定将22岁的女儿吕雉嫁给37岁的刘邦。从此，刘邦结束了单身生活。在他们结婚10年后的公元前209年7月，刘邦得到了一个差事，他要以亭长的身份押送本县的一批民夫去骊山修缮秦始皇陵。但一路上陆续的有民夫逃走。按照秦朝律令，如果不能将民夫如数押送到目的地，他将被杀头。当走到丰邑西边的水泽地时，他所押送的民夫已经少了一大半。他停下来饮酒思考。到了晚上，他决定把所有民夫全都给放了。民夫们感恩戴德后，便一哄而散，但还有10几个人没有走，他们愿意一直跟随着刘邦。刘邦很高兴，便决定带着他们先到芒砀山中躲藏起来，再做打算。此时，刘邦有些酒醉，又走夜路，便派了一个人前去探路。探路的人回来说，前面有一条大白蛇挡住了去路。刘邦就仗着酒意，上前去把大白蛇斩成了2段。之后便有了一段传说，说他们走到路口时，发现有一个老婆婆在哭，上去问了之后，老婆婆便说她自己的儿子是白帝的儿子，但是刚刚却被赤帝的儿子给拦腰斩断了。正在众人茫然之际，老婆婆却突然消失不见了。此时所有人也都明白过来了，老婆婆所说的赤帝的儿子不就是刘邦吗？他刚刚拦腰斩断的白蛇竟然是白帝的儿子。于是众人便认定刘邦就是真命天子，决定拥护他起义。当然，这种故事在开国君主里发生过很多，都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接下来他们一行人就转移到了芒砀山，隐没在山岩丛林之中。沛县的年轻人们听说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后，就陆续的有人去投奔他，刘邦的队伍也扩大到了数百人之中。同年秋天，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消息传到沛县，沛县的县令也想响应起义。于是他与属下商议，主力院、萧何和御院、曹参就给县令提议，应该将本县流亡在外的人都召集回来，一来可以增加力量，二来也可以杜绝后患。县令觉得有道理，便派樊哙去芒砀山邀请刘邦，刘邦就带领着芒砀山上的数百人返回沛县。可这时县令却突然又反悔了，他担心一旦刘邦回来之后不好控制，弄不好还会杀了他。于是他连忙命人关闭城门，不能让刘邦进城，并准备捉拿萧何和曹参。二人闻讯后连忙逃出城外。刘邦到了沛县城外，得知消息后，便将一封信射进城中，鼓动城内的百姓联合起来，杀掉出尔反尔的县令，
一起保卫家乡。百姓们本来就对从来不体恤他们的县令不满，于是便杀了县令，打开城门迎进刘邦等人。接下来就是推举带头人。起义毕竟是个危险行业，萧何和曹参都是文吏，担心如果起义不成，不仅身家性命难保，还会被秦朝诛灭九族。大家一致推举刘邦来领导大家起事。于是刘邦被推举为沛县县令，依照处置，称他为沛公。他设祭坛，立赤旗，自称赤弟子，开始了起义。此时是秦20元年，公元前209年10月，刘邦48岁。很快，刘邦起义军的人数就扩充到了3000人，开始攻打周边的郡县。先是攻打胡陵，之后夺下方隅，与泗水郡的坚平大战于丰邑，并将其攻破。破城后，他让雍齿驻守丰邑，自己率军继续攻打薛县。泗水郡的郡守战败，逃往了七县，却被刘邦麾下的左司马追上后斩杀。接着，刘邦率军返回抗父。正当刘邦的起义军攻城略地，进展顺利的时候，魏国的国相周服却率领大军攻打方隅，结果方隅全城投降了周服。之后，雍齿所据守的丰邑城也投降了周服。刘邦大怒，举兵反攻，但未能攻克。雍齿是沛县的豪门望族，他一直看不起刘邦，还曾多次的折辱刘邦。而他的这次反叛也给刘邦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不仅地盘全丢了，人也被气得生病了。无奈，刘邦只能先回到沛县养病。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实力还是太过单薄，如果继续这样单打独斗，是很难成事的。雍齿之所以敢反叛，又能坚守住丰邑，主要是有魏国在做靠山，所以他也需要找一个靠山。在这期间，他听说东阳宁军和秦家在刘县拥立了楚国贵族的后裔景居为楚王，于是他决定去投奔景居。在路上，他遇到了同样要去投奔景居的张良，两人交谈之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于是张良便放弃了投奔景居的念头，直接加入到了刘邦的队伍。刘邦任命他为旧将，之后他们便一起加入了景居的阵营。这时，章邯的部将司马懿攻打楚地，屠戮了象县之后，又进攻砀县。刘邦和东阳宁军奉命率军迎击，在萧县西与秦军展开激战，但出战不利，他们只能暂退到刘县。经过兵源和粮草的补充后，再次进攻秦军。经过3天的激战，终于攻下了砀县，并得到军卒6000人。接着乘胜又攻取了夏邑。经过这2场胜仗的兵源补充，刘邦的军队实力大增，他决定从夏邑出发，再次攻打丰邑。结果还是没能攻下。这时他又听说项燕的后代项梁和项羽也在吴中起兵，实力强大，而且此时项梁军已经到达了薛县，他便留下军队继续包围丰邑，只率领100多骑跑到薛县去见项梁。那么刘邦和项梁见面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项梁和项羽又是怎么起义的呢？请看下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刘邦2次攻打叛徒雍齿，但都没有攻下。他听说项梁已经击杀了楚王景居，并且领兵到达了薛县，他便带着100多骑前去拜见项梁。那么他们见面后又会发生什么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邦归属项梁及项梁战死。刘邦在薛县拜见了项梁后，项梁便调拨给刘邦5000人以及5大夫爵位的将领10人。刘邦就带着这些人回来后，再次领兵攻打丰邑。最后雍齿战败，投奔了魏国。张良当时也跟随刘邦到薛县会见了项梁，他给项梁建议应该多扶持盟友，以增加反秦的力量。项梁觉得有道理，便立了韩国宗室的后裔韩成为韩王，并让张良担任韩国的司徒，辅佐韩成，率领1000多人向西攻打韩国旧地。项羽则率军攻打襄城，结果襄城久攻不下。等城破后，项羽便将襄城的人全部活埋。6月，项梁确定了陈胜遇害的消息，于是召集各路将领返回薛县，共同商议反秦大计。此时70岁的居巢人范增也来到了薛县，他劝谏项梁说，陈胜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原因是秦灭6国，楚国是最为冤枉的，
当年楚怀王被秦国诱骗扣留在咸阳，最后客死于秦。楚国人直到今天还都同情和怀念他，因此楚南公才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但陈胜起兵后，并没有拥立楚王的后代，而是自立为王，所以他的运势必定不会长久。现在你也在江东起兵，楚国各地的将领都蜂拥而至地归附于您，原因就是您家世世代代都是楚国的大将，他们都期盼您能重新拥立楚王的后代为王。项梁听取了他的建议，让人去寻找楚王的后代，最后在民间找到了楚怀王的孙子熊心。找到熊心的时候，他正在给别人放羊，回来后便被项梁拥立为楚王。为了顺从楚国的民望，仍然把他称作楚怀王。紧接着任命陈婴为上柱国，跟随楚怀王建都于盱眙，项梁则自号为武信君。此时章邯的大军正在进攻魏国的临济，魏王就连忙派遣相国周服前往齐国和楚国求救。齐王田丹和楚国的项梁分别派出大将田巴和项佗，随同周服前去救援魏国，齐王田丹也亲自前往。结果等他们到了临济后，章邯趁着夜色突然偷袭，大破齐魏联军，齐王田丹和魏相周服全都战死。随后秦军包围了临济城，魏咎为了魏国百姓的安全，提出了投降的条件。谈判确定后，魏咎自焚而死。这一场战役，魏国和齐国的两个国王双双殒命。齐国人在得知田丹已死后，又拥立了田甲为王。魏王的弟弟魏豹和齐王的堂弟田荣则收拢余部，逃往东阿。秦军则又迅速地围攻了东阿，项梁立即派遣刘邦和项羽领兵前去救援。刘邦率领着曹参、周勃等人击破了章邯的车骑部队，又陆续地平复了魏地的聂桑县、虞县、濞县、蒙县、东民县、元七县等多个城邑。8月，项梁领兵攻克了抗父县，随后和东阿城内的田荣及司马龙驹等人里应外合，在东阿大败秦军。秦军败退，项梁率军追击，而田荣则领军回到了齐国。他回国后，重新扶持了田丹的儿子田父为齐王，驱逐了齐王田甲，田甲则逃亡到楚国，田甲的国相田角逃亡到赵国，田角的弟弟田坚也在赵国不敢回去。项梁在追击秦军的过程中，曾多次派遣使者去催促齐国出兵，共同追击秦军。但田荣给的回复是，只要楚国能够处死田甲，赵国处死田角和田坚，齐国就立即发兵。项梁说，田甲是我们盟国的国王，穷途末路了来投奔我，我怎么能忍心杀害他呢？赵王歇也没有处死田角和田坚，并且还想利用他们来和齐国做交易。于是齐国依然按兵不动，只有项梁的楚军在独自追击败退的秦军。与此同时，项梁命令刘邦和项羽攻打城阳，城破后又屠灭了城阳县全城。之后向西进攻，在濮阳县以东大败了章邯的秦军。但秦军很快就得到了增援，军士再次振兴，据守濮阳，放水环绕城池。刘邦和项羽则绕过濮阳，转攻定陶。定陶没有攻下，又向西攻打雍丘，在这里大破秦军，并且斩杀了李斯的儿子三川郡守李由。之后回师攻打外黄县，没能攻克，转攻陈留。项梁军则从东阿县出发，一路追击秦军，终于在定陶县大败秦军。9月，章邯军又得到了增援部队的补充，趁着夜色再一次的偷袭项梁的军队，结果楚军大败，项梁战死。刘邦和项羽在得知了项梁的死讯后，大惊失色，紧急商议对策。之后决定放弃陈留，还军东归，分兵驻守。项羽军驻守在彭城西，吕陈军驻守在彭城东，刘邦军则驻守在当县。而章邯这边在经过连番的胜利后，认为楚国以不足为虑，率军北上进攻赵国。攻下邯郸后，将民众都迁徙到河内，毁掉了邯郸的城墙，赵军则退守到巨鹿。随后章邯就率军进攻巨鹿的赵王歇及赵相张耳。楚怀王则把都城从盱眙迁到了彭城，将吕陈与项羽的军队合并起来自己统领，封项羽为长安侯，任鲁公。刘邦则被封为武安侯，升任当郡的郡守，统领当郡兵马。经过这一番调整后，楚国的局势才稳定了下来。
那么接下来刘邦和项羽又会发生什么呢？请看下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刘邦已经兵临武关，项羽坑杀了秦军的20余万降卒后，也在向咸阳进军，其二世则已经自刎而亡。那么大秦王朝还能坚持多久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邦屯兵于霸上及秦朝灭亡。听闻其二世自刎之后，赵高便急忙赶到现场，摘下了胡亥身上的玉玺配在自己身上，然后大步走上大殿，召集群臣，告知其二世被诛杀的消息。他仰仗着自己也有嬴姓赵氏的血统，便准备登基称帝。但所有文武百官都低头不从，用无声的方式对抗着他的皇帝梦。于是他觉得时机还不太成熟，就临时改变了主意，将玉玺传给了王室成员子婴。关于子婴到底是扶苏的儿子还是秦始皇的侄子，暂时还没有确切的定论。虽然玉玺传给了子婴，但赵高为了日后还能继续篡位，便又给自己留了一手。他说：“6国故地已相继其势，朝廷已经失去了对大部分国土的控制。子婴如果再继续称帝，显然是不合适了，应该像以前一样称王才对。”并且还让子婴斋戒5日，到宗庙去参拜祖先，然后才能正式即位。子婴早在当公子期间就耳闻目睹了赵高的种种罪行，现在他被赵高推上王位，知道自己仍然不过是赵高的傀儡而已。他不想再重蹈胡亥的覆辙，便与自己的贴身宦官韩谈商量了对策。赵高原本计划让子婴斋戒5日后就正式即位，可期限到了，赵高多次派人去请子婴，但子婴却推说有病不肯前往。赵高无奈，只能亲自去请。等赵高一到，宦官韩谈便眼疾手快，一刀将其砍死。至此，为宦多年的赵高终于一命呜呼，只可惜还是死得太迟了。此时的大秦王朝早已是千疮百孔，病入膏肓。赵高死后，子婴便召集群臣进宫，历数了赵高的种种罪行，之后便诛灭了赵高3族，并在咸阳城内游街示众。9月，子婴正式即位，史称秦王子婴。再看刘邦的西路军。10月，刘邦让郦时齐和陆贾去劝降武关的秦将，并趁此机会袭取了武关。之后，刘邦一面率军西进，一面令郦商攻取汉中和巴蜀等地。接着，刘邦军又在瑶关击败了秦军，兵临咸阳，屯兵于霸上。子婴接到战报，连忙组织兵力去阻抗刘邦的大军。于是双方大战于蓝田，秦军再次大败。至此，秦王朝失去了所有的抵抗力量。刘邦便派人去劝降子婴，并暗地里给大臣们做工作。子婴见群臣百官多数都有投降刘邦的想法，知道大势已去，便携带妻儿，乘坐素车，身着藏服，用绳子绑缚住自己，手捧皇帝的玉玺和符节，亲自到刘邦大营来投降。至此，子婴在位仅46天后，秦朝灭亡。随后，刘邦便率军进入了咸阳城。按照楚怀王事先的盟约，先入咸阳者为王。于是，刘邦进入咸阳后，便以关中王自居。他们进到咸阳宫后，将士们纷纷去抢拿宫里的金银财宝。刘邦则看着咸阳城富丽堂皇的宫殿，后宫里美貌如花的3000佳丽，就顿时心神荡漾，待在咸阳宫就不想走了。只有萧何连忙跑到丞相府，把有关秦朝的户口、地图等文书档案都整理好，保护了起来。咸阳宫里乱作一团，樊哙跑来劝刘邦，让他别忘了秦朝的前车之鉴，但刘邦根本听不进去。直到张良亲自来劝，他才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便下令封存了秦朝的宫堡、府库以及所有财物，领军又退回到霸上。为了取得民心，刘邦把关中各县的父老豪杰都召集过来，向他们宣布道：秦朝的严刑苛法把百姓都给害苦了，现在我和众位约法3章，无论任何人，杀人者要被处死，伤人者要给抵罪，盗窃者要被判刑。除此之外，秦朝的法律苛法均可被废除，秦朝的各级官吏仍然按照原来的职务坚守岗位，继续执行公务。于是秦廷的官吏们看到平安无事，都很高兴。约法3章传到关中各地，秦地的百姓们也很高兴，纷纷牵着牛羊
带着酒食来坝上慰问刘邦的军队将士。至此，大秦王朝正式灭亡。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刘邦已经打败章邯，平定了关中，那么接下来他是否会选择继续东出呢？项羽又会如何平定叛乱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邦东出及项羽平叛。公元前205年正月，距离项羽分封诸侯还不到1年，天下就再次大乱了。首先，齐地的田荣因为不满项羽的分封，打败了田都，追杀田福，击杀了田安。之后便自立为齐王，占领了3齐之地。然后他又支援陈馀，击败了常山王张耳，迎回赵王歇，收复了赵国的土地。燕国的臧荼攻灭韩广，占领了辽东。汉王刘邦也从南郑越过秦岭，打败章邯，平定了关中。再来看项羽这边，他分封完诸侯后，就让各诸侯王都回到自己的封地，而只有韩王成，项羽以他没有军功为由，不让他回国，而是把他带回了彭城。张良作为原来韩国的贵族，一直在奔波着，拥立韩王成，恢复韩国。于是他同刘邦进入汉中后，就立刻返回彭城，去找韩王成商量对策。可7月份，韩王成就被项羽给杀害了，张良侥幸得以逃脱。此时，项羽眼见着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诸侯秩序就要濒临崩溃了，自然不会不管。就在他抉择是先平定齐地，还是先攻击刘邦的时候，从彭城逃出来的张良适时地给项羽写了一封信，明确地表示汉王刘邦只是想要得到关中，如果能履行让他做关中王的约定，他就会停止进兵。相反，齐国和赵国这2个反叛势力才是楚国最大的敌手。于是项羽就姑且相信了张良的话，他让吴县的县令郑昌出任韩王，以作为楚军防御汉军东进的前沿阵地。然后他便亲率大军进抵城阳，去平叛齐地的叛乱。同时他让英布调拨5000兵力，协同他一起作战。但是英布却以生病为由，仅抽调了1000多名兵力前往，项羽非常生气。就这样，齐楚双方在城阳发起会战，结果项羽大胜，田荣和彭越相继败退。田荣在逃亡到平原的时候，被当地的民众杀害。至此，仅此一战，项羽就平定了齐地的叛乱。可是项羽胜利后，不仅下令屠杀了田荣手下的降卒，还在齐国境内大肆的侵略，夷其城郭，所过者尽屠之。眼见着项羽如此残暴，引起了齐地民众的强烈不满，又都归附在田荣的弟弟田横的麾下，重新组建了齐军，在城阳一带对楚军展开了疯狂的反击。就这样，强大的楚军主力再一次的陷入到了齐国的泥潭当中，无法抽身。就在项羽在齐地焦头烂额的时候，刘邦却准备东出了。公元前205年3月，刘邦率领大军东出函谷关，在抵达陕县的时候，河南王申阳便投降了汉军。之后，刘邦命令韩国的太尉韩信领军经过河南郡，突袭韩国，韩王郑昌投降。平定了韩地后，刘邦就将韩国的太尉韩信封为韩王，然后返回关中。此后，在成功的说服了魏王豹加入到汉军的阵营后，便再次东出。他们从汉魏交界的临晋渡过黄河，然后穿过魏国的境内，直接去攻打殷王司马昂。司马昂被俘虏后投降了刘邦，河内平定。负责守护殷王的西楚将领陈平也转投了刘邦，并为刘邦陈述了当前楚国的情况。随后，刘邦派使者去和赵国结盟，陈馀提出，只要刘邦能把张耳杀掉，赵国就可以和刘邦结盟。于是，刘邦就找到了一个和张耳长得很像的人，斩首后派人送给陈馀，赵国便发兵跟随汉军。之后，刘邦南渡平阴津，前往洛阳。在抵达新城之后，他通过新城三老董公的诉说，弄清楚了义帝被杀的经过。原来，当时项羽回到彭城后，就让义帝搬迁到长沙郡的郴县去。当时那里是个偏僻的不毛之地，让义帝去那里，相当于是把义帝给流放了。不仅义帝不愿意去，就连跟随他的随从，出发后没多久就逃走了一大半。即使这样，义帝还得硬着头皮前往郴县。但项羽还是觉得留着这个所谓的义帝
终究是对自己不利的。于是，为了免除后患，他便密令途经之地的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吴瑞、临江王贡敖将义帝击杀于途中。公元前206年10月，英布遣将去往郴县，将义帝弑杀于郴城的琼泉坝。当地人可怜他，将义帝葬在了城邑西南边的后山上。刘邦了解完义帝被杀的经过后，便正式向项羽宣战，发布了声势浩大的反楚宣言：天下共立义帝，北面视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西发关中兵，收三河氏，南服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之后，刘邦便召集天下诸侯共同伐楚，彭城之战就此拉开了序幕。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公元前205年4月，在彭城之战中，项羽只率领3万精兵，就将刘邦率领的56万联军打败。刘邦率部逃往荥阳。那么，刘邦是怎样逃回来的？荥阳能够守得住吗？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三维地图讲解之荆索之战。彭城之战中，刘邦虽然大败，但项羽毕竟只有3万人马，他是从联军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袭击，使联军的阵脚大乱，各诸侯王也不恋战，各自逃命，导致整场战争失败。但刘邦的汉军只是都被冲散了，各自逃亡，实际的损失并不大，连利益基这样的老人也都活了下来，武将更是无一人伤亡。刘邦自己则只带了数十个骑兵向北逃去。逃亡途中，他一边收拢残兵，一边做着军事部署。首先，他让曾贺率领偏师在彭城一带与项羽的主力纠缠，为自己的撤退赢得时间。之后，他逃到了吕雉的哥哥吕泽所驻防的下邑，在这里，他让王陵驻守丰邑，吕泽驻守下邑，另一名将领驻守砀县，布置了第1道防线。稍作休整之后，他便撤退到了虞县。在这里，他又设置了第2道防线。他命令晋舍等人在雍丘一带驻防，阻击楚军的追兵。同时，他派遣随和去策反九江王英布。然后，刘邦就退往荥阳。再看随和，他带领了20个随从前往淮南，但等了3天后，才想办法见到了英布。英布曾是项羽帐下的第1悍将，早年因为触犯了刑法，被处以情刑，所以也称他为情布。同时，他也是衡山王吴瑞的女婿。英布跟随项羽时屡立战功，在巨鹿之战中，他身先士卒，打败了王离的长城兵团。项羽坑杀20万秦军降卒，也是英布实际执行的。项羽劫杀义帝，也是英布去完成的。但被封王之后，就与项羽渐行渐远了。项羽在攻打齐国的时候，要求英布协助，英布却以生病为由，不但自己不亲自前往，而且只派了几千士兵跟随。刘邦在攻打彭城的时候，他又以重病推辞，拒不发兵。项羽气得牙根痒，但刘邦却看到了机会。随和见到英布后，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英布的问题，并详细地给他分析了天下局势，从客观角度将所有的好处都往刘邦这边说。最后，英布被说动了，决心叛楚降汉，率领军队攻打楚国。项羽听说英布反了，异常气愤，连忙派遣龙驹去攻打英布。虽然几个月后英布被龙驹打败了，但在此期间还是极大地降低了楚军的声望和实力，更为重要的是减轻了荥阳的压力，为刘邦提供了休整的时间。英布战败后逃到了荥阳来投靠刘邦，可英布的家人则全都被项羽给杀害了。从此，英布也只能彻底地和项羽决裂了。再看荥阳，荥阳是山地和平原的分界线。从荥阳往西是地势崎岖的崤函山区，往北是水流湍急的黄河，极利于凭险扼守。而且北边的鳌山上还有当年秦朝最大的粮仓敖仓。荥阳往东则是黄河冲击的平原地带，是骑兵交战的极佳之地。因此，刘邦选在这里来阻击项羽，在泾县和所城一带设置了守卫荥阳的最后1道防线。萧何也把关中没有载入兵役名册的老弱人丁全都送往荥阳，增加了一部分的兵力。被打散的队伍也在陆续的来到荥阳。
回顾彭城之战，让刘邦印象深刻的是楚军骑兵的强大。于是汉军也组建了自己的郎中骑兵。这些骑兵主要是由被俘虏来的原秦国的救援军组成。军中的将士们先是公推李泌和骆甲来担任首领，但他二人都出自于秦军，生怕自己不受信任，于是便请求让灌婴成为他们的统帅。于是刘邦便任命灌婴为中大夫，统领骑兵，李泌和骆甲分别为左右校尉。从此，这支骑兵在灌婴的率领下屡立战功，成为刘邦的一支骑兵。5月，项羽的楚军终于追到了荥阳，双方在荆索一带展开了激战，史称荆索之战。项羽的楚军无疑是最强大的精锐之师，但在将近1个月的时间里，不停的激战和长途奔袭也已到了强弩之末。再加上后续的步兵主力未能及时赶上，先到的骑兵就显得过于单薄。更没想到的是，汉军也已组建了自己的骑兵，而且汉军经过短暂的休整后，元气逐渐恢复，兵力也在陆续增加，此消彼长之下，最终楚军战败。这场战役在历史上并不突出，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战。此战的胜利为刘邦赢得了几个月的喘息时机，项羽也失去了彻底击败刘邦的绝佳机会。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韩信在黄河以北攻城略地，连灭4国，但刘邦在荥阳城里却依然是危机四伏。楚汉双方围绕着成皋打成了拉锯战，成皋几次易手，刘邦再次死里逃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3维地图讲解之成皋之战。公元前204年4月，楚军数次切断汉军的粮道，被困在荥阳城里的刘邦粮草告急，被迫向项羽求和。项羽本打算同意刘邦的求和，但范增却坚决反对。他劝项羽，刘邦很快就能击败，何必要放虎归山呢？项羽决定派遣使者去刘邦的大营里打探虚实。当使者来到汉营的时候，刘邦听取了陈平的计策，实行了反间计。刘邦先是让人准备了丰盛的筵席，正准备捧着佳肴给使者进献时，却故意假装惊讶地说：“我还以为是亚父的使者呢，原来是霸王的使者呀！”随即就让下人将美味佳肴撤下，换成了粗茶淡饭来招待项羽的使者。使者回去后就汇报给了项羽，项羽便开始怀疑范增和刘邦之间有秘密往来，就开始冷落范增，还夺去了他的权利。范增大怒，表示要告老还乡，项羽却爽快地答应了。范增愤怒地离开项羽，但还没走到彭城，就因为背上长了毒疮发作而死。就这样，项羽手下唯一的谋臣也离他而去了。可让刘邦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除掉范增后，项羽更像一只发了疯的小猛兽一样，更加疯狂地向荥阳发起攻击，荥阳危在旦夕。紧要关头，刘邦又采用了陈平的毒计。他让季信假扮成刘邦，带领2000名身穿汉军服装的妇女从荥阳城的东门出去，趁着茫茫夜色假装向项羽投降。于是就把荥阳城四周的楚军都吸引到了荥阳城的东门，刘邦则趁机从荥阳城的西门狂奔而去，逃回了关中。项羽知道刘邦骗了他，就把季信给活活的烧死了。刘邦临走前任命周柯为主将，聪公和投降过来的魏豹为副将，继续坚守荥阳。但第2天晚上，周柯和聪公就将出尔反尔的魏豹给杀害了。5月，刘邦回到关中后，重新召集新兵，准备继续东出，却被袁生劝阻。刘邦听从了袁生的建议，率军从武关出来，到达宛城和叶县，以诱项羽南下，减轻荥阳的压力。项羽果然亲率主力南下，攻打刘邦。但刘邦却坚守不出，项羽也拿他没办法。而此时，彭越的军队已渡过睢水，在下邳击杀了楚国的将领薛公。项羽等在这里，刘邦也不跟他对战，便留下中公驻防成皋，自己则领兵去攻打彭越。项羽走后，刘邦就趁机北上，击败中公，收复了成皋。与此同时，刘邦命令灌婴和晋射率领骑兵突袭荥阳、阳武、襄邑，之后深入到鲁下，大破相关的楚军，切断了楚军的粮道。6月，项羽击败彭越后，突然返回荥阳，打了汉军一个措手不及。周柯和聪公始料不及，荥阳城被攻破。
项羽劝降周柯和聪公不成，一气之下就将二人给杀害了，然后开始围攻成皋。当荥阳危难的时候，远在赵国的韩信和张耳是要前来救援的，但不知为何却迟迟未到，导致成皋危在旦夕。刘邦便再一次从成皋的北门仓促出逃，渡河北上。到达修武后，一大早他就和夏侯婴自称是汉使，进入到韩信和张耳的军营。这时韩信和张耳还没起床，刘邦就直接进入了他们的卧室，夺取了他们的印信和兵符，召集各位将领，重新对他们做了安排。等到韩信和张耳起床后，才得知刘邦来了，不禁大惊失色。刘邦就借此机会痛批韩信，削减了他们的兵权，将大部分兵力归自己统领。之后他命令张耳继续留守赵地，任命韩信为相国，收集剩余的赵兵去攻打齐国。8月，刘邦率领着原属于韩信的汉军到达了黄河北岸。现在他又统领了一支大军，准备与项羽交战。但他及时采纳了郑重的谏言，深沟高垒，坚壁不战。同时派遣卢绾和刘贾率领2万多人渡过白马津，协助彭越袭击楚军的后方，焚烧楚军囤积的粮草，攻下了睢阳、外黄等17座城池，切断了楚军的补给线。项羽无奈，只能再次领兵东归。临行前，他让曹咎据守成皋，钟离昧据守荥阳，并且叮嘱曹咎切不可和汉军交战，只要别让他们向东行军就可以了。刘邦本来想舍弃成皋以东的地区，驻守巩县和洛阳，但利益姬却极力谏阻，让他应该趁机收复荥阳和成皋，并且自荐去齐国游说田广，使齐国归附汉王，这样就可以让项羽两头都不能兼顾。刘邦便采纳了利益姬的建议。10月，刘邦派遣士兵连续数日辱骂曹咎，激他出战。曹咎终于被激怒了，准备领兵渡过泗水来攻打汉军。可当曹咎的士卒刚刚渡到泗水一半的时候，汉军却突然杀出，楚军大败。曹咎、司马欣、董翳都在泗水之上自刎而死。刘邦再次收复成皋，占据了敖仓，屯军于广武。项羽回到楚地后，迅速地攻下了10余座城池，却听说成皋再次失守，就急忙又回师广武。但项羽回来后，刘邦又闭城不战。楚军的粮食缺乏，不利于久战。为了迫使刘邦投降，项羽就把刘邦的父亲拉到广武山上，要挟刘邦，如果不投降，就把刘邦的父亲下锅给煮死。刘邦却说，当初我们2人在楚怀王的面前发誓结为兄弟，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父亲，如果你要煮了咱们的父亲，别忘了给我留一碗肉汤啊。项羽听后更加恼怒，决定杀了刘太公。这时项伯连忙劝阻项羽，说现在杀刘太公还不是时候，一旦刘太公死了，事情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项羽便听从了项伯的劝谏，刘太公才幸免于难。就这样，刘邦在广武和项羽展开了对峙，楚汉之争打成了持久战。而韩信则率军去攻打齐国，那么齐国又是怎么攻破的呢？请看下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公元前202年，项羽在乌江自刎，为期4年的楚汉之争宣告结束。那么，刘邦要如何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王朝？他是如何封赏功臣的？社会制度又是什么样的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邦称帝及封赏功臣。项羽自刎后，楚国投降，项伯因为屡救刘邦有功，被封为列侯，并赐刘姓。但对于当初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的事，刘邦却绝口不提。之后，刘邦便率军返回定陶。定陶是韩信的驻军所在地，跟上次在修武一样。刘邦趁着韩信还没醒悟过来，迅速地冲进韩信的军帐，再次夺走韩信的将军印，解除了他的兵权。随后，刘邦就以义帝无后，韩信又作为楚人，熟悉楚地，便将韩信从齐王改封为楚王。公元前202年正月，韩信、彭越、韩王信等诸侯王共同上书刘邦，请他即位称帝。刘邦象征性地推辞了几次后，于同年的2月初3，在泛水北岸举行了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史称西汉，国都暂定为洛阳。刘邦即位称帝，即为汉高祖。
吕雉也由王后改称为皇后，刘盈则由太子改称为皇太子。至此，大汉王朝正式建立。那么，对于项羽的残余势力，刘邦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刘邦这一生最不堪回首的，莫过于彭城兵败，在逃亡的路上，先后3次将儿子刘盈和女儿鲁元推下马车。迫使他这么做的，就是一直对他紧追不放的季布和丁公。因此，刘邦悬赏千金捉拿2人。季布，项羽帐下的大将，曾是一名侠客，在楚国很有名气。在楚地流传着一句谚语：得黄金100斤，不如得季布一诺。一诺千金，这个成语就是因他而来。项羽死后，季布躲藏在濮阳一个姓周的人家。周家害怕受到牵连，就连同几10个奴仆一起卖给了鲁地的朱家。朱家的主人得知他的奴仆里有一个是季布后，便跑到洛阳，想办法见到了夏侯婴。对夏侯婴说：“陛下刚刚夺得天下，仅凭个人怨恨就去追捕一个人，未免显得气量有些狭小。更何况季布是个贤能的人，如果陛下追捕急迫，他要么向北逃往匈奴，要么向南逃往越地，反而是朝廷的损失。希望您能找个机会向陛下说明。”夏侯婴便答应了他，找机会奏明了刘邦。刘邦也觉得有理，便召见并赦免了季布，还任命他为郎中。季布被赦免后，丁公觉得他也不用再躲藏了，更何况他还有恩于刘邦。原来他在追击刘邦的时候，刘邦对他大声地吼道：“这不是丁公吗？你干嘛要追得这么紧啊？我们2个都是聪明人，就不要太过相逼了嘛。”于是丁公便不再追击，刘邦才得以逃命。有了这层关系，他便带着自信前来求见刘邦。可没想到刘邦见到他，当即就将他抓了起来，随后斩首示众，告示全军说：“丁公作为项羽的臣子，却不忠于项羽，故意放走了我。可以说，让项羽丢掉天下的人就是丁公。所有的臣子们，切不可做第2个丁公啊！”丁公可能至死也没想明白这个道理，聪明反被聪明误。再来看田横，田横是齐国的相国，第一个起来反抗项羽的是他，让项羽陷入齐地战争泥潭的也是他。刘邦和项羽在鸿沟对峙的时候，利益姬去齐地游说，并成功的说服了齐王归汉。但韩信听取了蒯通的计策，率兵攻打齐国。齐王误以为是利益姬骗了他，就将利益姬给烹杀了。后来齐地被韩信平定后，田横就投奔了彭越。然而楚汉之争结束后，彭越被刘邦封为梁王，田横则带着500门客逃到了东海的一个小岛上躲了起来。刘邦得知后，决定派遣使者以招贤的名义收拢他，赦免他的罪行，让他到洛阳来给他封侯。但田横说：“我曾经烹杀了利益姬，而利益姬的弟弟利商现在在汉朝当官，我不敢前往，希望皇上开恩，将我废为庶民，老死于这个海岛上。”刘邦为了打消田横的顾虑，告诉利商，胆敢伤害田横，将灭他全族。之后再次派遣使者前往海岛，田横便只带了2个随从，和使者一同前往洛阳。当走到距离洛阳城30里外一个叫做师乡的驿站时，田横便对2个随从说：“皇帝召我进京，不过就是想见一下我的面貌。如今皇帝就在洛阳，此刻割下我的头颅，快马飞奔30里，我的面貌并不会发生变化。”说完，田横便摇拜齐国故地，横刀自刎。2个随从飞驰入朝，奏知刘邦，刘邦甚为感动。随后将田横的2个门客都拜为都尉，并以诸侯王的礼节安葬了田横。没想到安葬完田横后，2个随从就在田横墓的旁边挖了个洞，自刎于洞中，追随田横而去了。刘邦听后大为吃惊，认为田横的门客都是贤才，又派使者去召回海岛上的500人。然而当500名门客听说田横已死，便全部在岛上自刎殉主。2000多年过去了，这个小岛至今仍然被叫做田横岛。残余势力解除了，那么功臣该如何奖赏呢？此时国家还未彻底安定，为了重建战后的新秩序以及安抚功臣，刘邦只是部分的恢复了郡县制，采取了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的社会制度。当时全国一共有36个郡，由朝廷直接管辖的有15个郡，其他的还是采用了分封制，分给了7个诸侯王。
其中燕王臧荼都城为继承，张儿已经去世，所以赵王就由张儿的儿子张敖担任。同时，刘邦还将鲁元公主嫁给了他，张敖也就成为了刘邦的女婿。都城设在襄国。梁王彭越都城设在定陶。韩王信都城为阳翟。楚王韩信都城设在下邳。淮南王英布都城为六县。长沙王吴瑞都城在临湘县。除了这7个诸侯王之外，刘邦还根据功劳的大小封了143个列侯。列侯不仅是荣誉称号，还都封有10邑，10邑大的有上万户，小的也有500-600户。10邑范围内的农户，列侯可以直接收取租税，并且所有的封地都是可以世袭的。不仅如此，刘邦还和这些功臣们剖符立誓，符上写着“使河如带，泰山若立，国以永宁，原籍苗裔”。意思是说，即使有一天宽阔的黄河只剩下了窄窄的一条，巍峨的泰山也只剩下了磨刀石那么薄，你们的封地也还是永远牢固的，并且可以一直传给你们的子孙后代。这便是丹书铁券。至此，大汉王朝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朝代开始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刘邦在白登山上被匈奴围困了7天7夜，史称白登之围。那么，白登之围是怎么发生的？最后，刘邦又是怎么脱围的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3维地图讲解之白登之围。公元前201年秋，匈奴首领冒顿单于亲率大军进犯汉朝。而汉朝方面首当其冲要面对匈奴的，就是刚刚被刘邦移居到马邑的韩王信。韩王信抵挡不住，一面向朝廷请求支援，一面偷偷地派遣使者向匈奴求和。当刘邦得知韩王信竟然擅自与匈奴议和后，便怀疑韩王信与匈奴暗中勾结，就下诏责备韩王信。韩王信十分恐惧，认为他已失去了刘邦的信任，担心刘邦会诛杀了自己，便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投降了匈奴，与匈奴联合起来，共同进攻汉朝。随后，韩王信便与匈奴挥师南下，陈兵于同堤。同堤是进入晋阳最后的关卡，易守难攻，他们就在这里等待着汉朝的援军。公元前200年冬，刘邦率领32万大军从洛阳出发，北上攻打匈奴，平叛韩王信。渡过黄河后，汉军便兵分2路，一路由刘邦亲自率领，正面进攻韩王信，向同堤进发；一路由周勃和灌婴率领，沿着太行山脉北上，通过井陉，进入新定盆地，插入匈奴和韩王信联军的后方，攻打霍仁县。之后经过雁门关，翻越勾注山，再次兵分2路，一路是由周勃率领的步兵先行去攻打武泉，一路是由灌婴率领的骑兵攻打马邑，又受诏降服了楼烦以北的6个县，斩杀了代国的左丞相。随后去武泉与周勃会合，合兵击败匈奴骑兵，切断了匈奴的后援。之后便率军南下，与刘邦会师于同堤，两面夹击韩王信。此一战，韩王信大败，其手下大将王喜也被叛军斩杀。韩王信北上逃往匈奴。他走后，他手下的将领曼丘臣和王晃等人又将原来赵国的后代赵立拥立为赵王，聚集韩王信的残兵败将，准备再次与匈奴合谋攻汉。冒顿单于则分别派遣左贤王和右贤王各领1万铁骑，与王晃等人屯兵于广武以南及晋阳一带，阻挡汉军北进。但汉军一鼓作气，在晋阳城再次大败匈奴和王晃等人。匈奴逃到了楼烦西北，被汉军的骑兵追上，再次击败。至此，汉军基本扫清了在太原郡范围内的匈奴和反叛势力。但自从开战以来，汉军节节胜利，致使刘邦产生了轻敌的思想。刘邦听说匈奴的主力屯兵于代谷，便派出了10余名特使前去打探匈奴的虚实。可他没想到，要论搞阴谋、耍手段，冒顿也是个老手。为了迷惑刘邦，他提前就将精锐士兵和肥壮牛马隐藏了起来，所以刘邦的特使每次前来，所能看到的都是瘦小的牛马和老弱的士兵。特使们回来后，全都告诉刘邦，匈奴是可以出击的。刘邦还派了娄敬出使，娄敬就是当初建议刘邦迁都关中的齐国戍卒。
可他走后，一连数天都不见回来。刘邦心急如焚，想着就算他回来，估计也和前面的10几个特使是一样的答案，便决定不再等他，立即整军出发。为了鼓舞士气，刘邦亲自率领数万轻骑为先锋先行出发，主力大军随后跟上。当刘邦率军走到勾注山的时候，遇到了从匈奴返回的娄敬。娄敬连忙劝说刘邦千万不可出击匈奴，因为两国相争必斩其长，而我所看到的匈奴是只见瘦牛不见肥马，只见弱老之人不见壮士拉弦。匈奴之所以要反其道而行之，用意非常明显，就是要诱军深入。只要汉军出击，匈奴必有伏兵，到时候汉军就凶多吉少了。可此时刘邦的先锋已经到达了勾注山，后面的20万大军也已出征，开弓已没有回头箭了。所以刘邦非常恼怒，骂娄敬道：“你这个齐鲁，凭着2片嘴就捞到了官职，现在竟然敢胡言乱语，妨碍我军的士气！”立即将娄敬捆绑，拘禁于广武城，准备凯旋后再进行处罚。之后，刘邦率军抵达了平城。刘邦之所以要着急地赶到平城，是因为此时匈奴的主力在代谷，那里四面环山，不利于骑兵行进，所以默毒要想北逃，就必须要经过平城这个出口。他先来守住这个出口，等主力大军一到，就可以关门打狗，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匈奴的大患。可他没想到的是，默毒也不是个善茬，他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并已在此设下了埋伏。白登山是位于今天大同市东北的一座小山。当刘邦来到白登山的时候，匈奴骑兵突然发起进攻，刘邦赶紧组织突围。可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依然无法成功突围出去。此时，默毒单于指挥着匈奴大军从4个方向围攻刘邦，准备将汉军一冲而散，全部歼灭。匈奴骑兵西面是清一色的白马，东面是清一色的青马，北面是清一色的黑马，南面是清一色的红马。他们从4个不同的方向同时向汉军发起冲锋。可刘邦据山而守，匈奴因为都是骑兵，不擅长在山地作战，再加上天降大雪，佯攻受挫，经过多轮的冲锋后，双方损失都非常大，但都无法取胜，只能僵持在这里。就这样，刘邦的数万兵马被匈奴大军围困在了白登山上。汉军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此时正值隆冬季节，风雪交加，汉军的士兵中被冻掉手指头的就10有2、3。一连被围困了7天7夜，汉军士兵7日而不得食，饿得连弓都拉不开了。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陈平给刘邦献了一计。他发现默毒单于对新得的胭脂十分宠爱，朝夕不离，便把主意打到了胭脂的身上。刘邦采用了陈平的计策，派遣使臣下山，向胭脂献上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并且告诉胭脂，汉朝的皇帝被困在山上，为了能让单于放走皇帝，我们已经派人去迎接。汉朝的一位绝世美人，打算进献给单于，此女的美色天下无双，单于见到后必然喜欢。但是之后单于就会日益冷落于你，不如等他还没到，你去劝说单于放走刘邦如何？于是胭脂便对默毒说，贤王何苦为难贤王？汉朝皇帝已经被围困了7天，但军中依然没有慌乱，想必一定是有神灵在相助，你又何必违背天命，赶尽杀绝呢？不如放他一条生路，以免日后会有灾难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此时汉军的主力已距离平城不远，而默毒与王晃和赵厉所约定的会师日期早已过了，可他们不但没有按时前来，而且是毫无音讯。默毒就怀疑他们很有可能已经暗通了刘邦。那么到时候前有汉军的几十万主力在进攻，后有王晃和赵厉在偷袭，再继续战斗下去已毫无意义。于是他便采纳了胭脂的建议，打开了包围圈的一角。当天正值大雾天气，伸手不见五指，陈平命令弓箭手拉满弓，箭上弦，箭头各朝一边，夹道保护着刘邦。最后夏侯婴驾着车偷偷地从包围圈的一角溜走，回到了平城。当刘邦逃回平城时，汉军的主力也赶到了，默毒单于便率领骑兵返回了草原。刘邦也下令撤军，班师回朝。
在走到广武的时候，刘邦下令斩杀了10几个之前建议攻打匈奴的特使，而娄敬则被封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陈平也由护友侯改封为了曲聂侯。至此，刘邦再一次死里逃生，白登之围也就此结束。感谢观看，下期再见。公元前200年，刘邦在经历了生死存亡的白登之围后，让二哥刘喜前往代地救封，防备匈奴，同时命令樊哙断后，然后率领大军绕到赵国，南下撤军。那为什么又要与匈奴和亲呢？灌高为什么又要刺杀刘邦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与匈奴和亲及灌高刺杀刘邦。刘邦在经历了白登之围后，心情极度郁闷，在路过赵国的时候，受到赵王张敖的盛情接驾。张敖是刘邦老大哥张耳的儿子，也是刘邦的女婿。他脱掉王袍，穿上粗布的衣服，从早到晚亲自侍奉着刘邦，态度极为谦卑。可刘邦却怎么都不满意，不停地责骂张敖，还非常不礼貌地张开双腿而坐，接受张敖的服侍。尽管如此，张敖还在尽力地讨好着刘邦，甚至把自己最为宠爱的侍妾赵姬也献给了刘邦。刘邦这才消停了下来，带着赵姬去休息了。刘邦的这种态度，张敖倒没什么，但他身边的大臣灌高和赵武等人却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跑来请示张敖，要不要干脆就杀掉刘邦。张敖听罢，连忙制止，甚至将手指咬出血，以表决心。就这样，刘邦率领大军回到了长安。可1年之后，匈奴再次来犯，攻打代国。刘邦的这个二哥平时只会种庄稼，哪会打仗呢？见匈奴来势汹汹，他直接抛下所有人，自己逃回了洛阳。匈奴便在代地大肆抢掠。刘邦气得牙根痒，但毕竟是自己的二哥，只能将他贬为河阳侯，然后再次亲率大军北上，驱逐匈奴。可当他抵达代地后，匈奴早已撤走了。刘邦就将戚姬的儿子刘如意封为了代王，可刘如意只有10岁，刘邦就将陈豨封为代国的丞相，辅佐刘如意。刘邦再次班师回朝，路过赵国，灌高等人就在百人县设下埋伏，提前将武士们隐藏在馆舍的夹墙里，只等着刘邦前来。刘邦按计划也是要在这里留宿的，可他到了后就随口问了句：“此地叫什么名字？”身边人就回答说：“这里是百人县。”汉朝时，百人县的百与破字同音，刘邦觉得这个名字不吉利，有被人迫害的意思，于是就临时改变了计划，没有在这里留宿。这也导致灌高等人刺杀刘邦的计划也只能被迫的取消了。可过了1年之后，灌高的仇人将他准备刺杀皇帝的事情告密给了刘邦。刘邦听后大为震怒，立即将张敖和灌高等人逮捕入狱，并且还给赵国的臣民下诏，凡是追随张敖的群臣和宾客，将全部都要被灭族。结果田叔和孟叔等人都自己主动剃掉头发，用铁圈锁住自己的脖子，装作是张敖的家奴，一路跟随着张敖来到了长安。在牢里，灌高的同伙都知道这次是必死无疑了，便纷纷准备自杀，却被灌高怒骂：“如果你们都死了，谁来证明大王的清白？怎么来证明自杀皇帝与大王是无关的呢？”于是大家便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而灌高哪怕是被鞭打了上千下，用烧红的铁条刺他的身体，他也始终不松口。刘邦就找来了灌高的同乡谢公，让他去牢里套话。面对同乡，灌高就把谋杀刘邦的过程详细的讲述了一遍，并表示刺杀刘邦的计划赵王确实毫不知情。谢公就将实情汇报给了刘邦，吕雉也多次的来劝刘邦说，张敖是自己的女婿，没有理由刺杀反叛啊。而且在这期间，之前被刘邦离性过的赵姬生下了一个儿子后自杀身亡，这个儿子就是后来被刘邦封为淮南王的刘长。于是刘邦也认为冤枉了自己的女婿，便赦免了张敖的死罪，只是剥夺了他的赵王之位，改封为宣平侯。张敖的宾客们，刘邦也觉得都是忠勇之士，凡是以前奴身份跟随张敖来到关中的，全部都给封了官，包括主犯灌高也被赦免了。但灌高说，我之所以还活着，就是为了证明赵王的清白，但我毕竟有过刺杀皇帝的想法，实在没有颜面苟活于世。
说罢便仰起头，卡断了自己的咽喉而死。虽然最后的结果不算太坏，但对于吕雉来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将他推入了谷底。张敖是吕雉的女婿，赵王的位置没保住，问题也不大。可刘邦却把戚姬的儿子刘如意又改封为了赵王，这对吕雉来说可不是个好兆头。果然没多久，刘邦就在朝堂上宣布，要废掉吕雉的儿子刘盈的太子之位，重新立戚姬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所幸经过御史大夫周昌的极力劝阻，刘邦才答应，此事以后再议。再来看匈奴，刘邦不断地接到匈奴侵扰北部边境的消息，为此深感忧虑，他就问娄敬有何对策。娄敬便说，陛下刚刚统一天下，百姓和士兵都已十分厌战，如果继续用武力去征服匈奴，恐怕是行不通了。如果陛下能将长公主嫁给默毒，那么他生下的儿子就是未来匈奴的单于。那样的话，默毒在位时，他是汉朝的女婿，默毒去世后，匈奴的单于就成了汉朝的外孙，外孙是不会跟外公开战的。刘邦听后便觉得有理，而且此时国内虽然安定，但其实是暗流涌动，特别是几个异姓王，没有一个是可靠的。于是他便采纳了娄敬的建议，打算将鲁元公主嫁给默毒单于。可是，一方面鲁元公主已经嫁给了张敖，另一方面吕雉得知后也日夜哭泣，对刘邦说：“匈奴遥远，默毒又如同禽兽，你是要将我们的女儿往虎口里扔吗？”刘邦无奈，只好秘密地在民间找了一个女子，宣称是长公主，准备嫁给默毒为妻。公元前198年冬，刘邦让娄敬带着假冒的长公主以及大量的金银财宝前往匈奴签订议和盟约。他月初出发，月底便返回了洛阳，带回了两国停战的消息以及和平的契约。契约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汉朝将宗室公主嫁给默毒单于为胭脂，并且每年赠送给匈奴一定数量的畜、曾、酒、食物等。第二，汉朝与匈奴结为兄弟，从此互不侵扰。第三，开放关市，准许两族人民贸易往来。至此，刘邦终于解决了匈奴大患，为此后大汉王朝的发展提供了几十年的和平时期，同时也开启了中原王朝与外族和亲的先河，对此后的多个王朝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娄敬这次回来，除了带回和亲的盟约，还给刘邦提了一个建议。他说，匈奴在河套地区的白杨和楼烦这两个部落，距离长安最近的不过700余里，轻装骑兵1天1夜就可到达关中。而此时的关中土地虽然肥沃，但因为常年战乱，人丁稀少，以现在的人口根本无法遏制外敌的入侵。另一方面，在诸侯国里，像齐国的田氏、楚国的昭氏、屈氏、景氏等氏族大家却非常兴盛，这就导致陛下要用长安稀少的人口，既要抵御匈奴，又要防范诸侯。因此，他建议将原来齐国的田氏、楚国的昭氏、屈氏、景氏，还有燕、赵、韩、魏等国的后裔以及豪门望族，全都迁到关中来居住。这样既能增加关中的人口，又能防备匈奴，还可以削弱地方势力，可谓是一举三得。刘邦听后非常高兴。11月，他便下令将齐楚两国的大族以及6国的后裔和豪门合计10余万人全部迁入关中。从此，刘邦便削弱了诸侯的势力，充实了朝廷的力量，为将来大汉王朝的稳定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刘邦从沛县一个小小的亭长，仅用了7年时间就统一天下，建立了大汉王朝。但属于他的时代也终将要过去了，可就在他临走之前，还要面对他最信任的人也要背叛他。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卢绾反叛及刘邦驾崩。卢绾和刘邦不仅是同乡和同窗，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发小，是刘邦最信任的好兄弟，就连萧何和曹参都比不了。因此，就算他没立过什么像样的战功，但对他的封赏却是所有跟他打天下的老兄弟们都比不了的。刘邦称帝的同年7月，燕王臧荼就反叛了。叛乱被平息后，刘邦就将卢绾封为了新的燕王。从此，就算萧何、曹参、樊哙、周勃这些沛县的老兄弟们，也都没法跟他比了。
汉高祖10年9月，陈豨叛乱，刘邦去往邯郸平叛，卢绾也从燕地出发支援刘邦。陈豨见情况不妙，就派人向匈奴求救。卢绾也料到他会这么做，就派了他的部下张胜也去往匈奴，告诉匈奴单于陈豨的败局已定，就不用再来掺和了。可张胜到了匈奴后，却遇到了前任燕王臧荼的儿子臧衍。臧衍对他说：“您之所以受到重用，是因为你了解匈奴，而燕国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有诸侯在反叛。但如果陈豨被灭了，那么下一个就该轮到燕国了。所以，如果卢绾这个燕王的位置想做得长久一些，陈豨就不能被马上灭掉。”就这样，张胜竟然被说动了。他擅自做主，反过来劝说匈奴帮助陈豨一起去攻打燕国。可卢绾并不清楚这个内情啊。他听说匈奴要来攻打自己，就认为一定是张胜叛变了，勾结匈奴共同谋反。于是他连忙给刘邦上书，请求将张胜的全族都给灭了。可没过几天，张胜却回来了。回来后就将详细的计划告诉给了卢绾，卢绾也马上醒悟了过来。可这时给刘邦上书请求灭张胜全族的奏章已经都走了几天了，追是追不回来了。他就临时找了些替罪羊杀掉，汇报给了刘邦，然后让张胜再偷偷的潜回匈奴，长期与匈奴联络。可过了1年后，陈豨的副将被樊哙打败后投降，就将卢绾与匈奴和陈豨之间勾结的事全都给抖搂了出来。樊哙听说后连忙上报给刘邦，但刘邦怎么都不肯相信，就让卢绾亲自回到长安来给他个解释。可卢绾不敢回去，借口生病了，暂时回不去。刘邦没办法，只能派人去燕国了解情况。可朝廷的使者来了之后，卢绾却躲了起来，连见都不见。这时又有匈奴投降过来的人说，张胜其实并没有死，现在还在匈奴做着燕国的使者。刘邦听后大受打击，病情也更加严重了。他命令樊哙立即领兵去攻打燕国。卢绾知道他根本不是樊哙的对手，于是带着所有的工人、家属以及几千名骑兵跑到长城脚下躲了起来。他想拖延时间，等刘邦的病情稍有好转，他就亲自回到长安去请罪。只可惜这一天他等不来了。此时的刘邦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他在平叛英布的时候被刘建所伤，回长安的途中病情就在不断的恶化。回来后大夫让他好好休养，他却完全不听，还拒绝接受治疗，病情就更加严重了。他可能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大限将至，就开始给吕雉安排后事了。他说，文官方面萧何之后就由曹参接替，曹参之后则由王陵接替。但王陵这个人太直，一定要让陈平来辅助。武将方面由周勃当太尉就挺合适的。公元前195年，也就是汉高祖12年的4月25日，刘邦驾崩于长乐宫，享年62岁。可这时一个奇怪的事情却发生了。刘邦去世都4天了，吕雉还是密不发丧。原来他竟与自己的亲信沈亦基在谋划着要杀光所有的功臣。他认为刘盈还太年轻，跟随刘邦打天下的这些猛将都会不服气，担心刘盈会控制不住，天下难以安定。于是就打算全部都给除掉。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有人站出来阻止了这个悲剧的发生，他就是郦义基的弟弟郦商。当他听说吕雉准备要大杀功臣的时候，马上就找到了吕雉的亲信沈亦基，毫不客气地告诉他，陛下去世已经4天了，却一直密不发丧，你们是打算要除掉各位将领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天下危矣。如今陈平和灌婴领兵10万驻守在荥阳，樊哙和周勃领兵20万平定燕地和代地。如果他们听说你们要屠杀汉朝的功臣，那么他们必然会联合起来进攻关中。等到那个时候，诸侯在外叛乱，大臣在内谋反，大汉江山岂不是顷刻之间又要灭亡了吗？听完郦商的话，沈亦基连忙跑进宫汇报给了吕雉。吕雉听完也才猛然间醒悟了过来，不由得后背发凉，顿时就打消了诛杀功臣的计划，马上发丧安葬刘邦。5月17日，刘邦出殡，葬于长陵。
长陵位于咸阳市东北约20公里的尧店街道3义村北，这是咸阳园的最高点，也是秦朝咸阳宫的旧址，远远望去就像是山峰在雾里，气势雄伟。长陵向南与未央宫隔河相望，泾河和渭河就从旁边流过。长陵的旁边还有100多座陪葬墓，包括萧何、曹参、周勃、张耳等人，后来也都埋葬于此。刘邦死后，大臣们对他的评价是：其威系，诛暴逆，平定四海后，建立了大汉王朝，是为汉太祖。功最高，所以尊号高皇帝。3天后，16岁的皇太子刘盈继位，即汉惠帝。至此，刘邦的时代彻底结束了，属于吕雉的时代也正式的拉开了序幕。卢绾听说刘邦去世后，便带着部下逃亡了匈奴，被封为东胡卢王，1年后病死于匈奴。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